这日本决赛的灯光真的是烂到家了，白瞎了何局长这次超越刀客一般的腹肌啊！但焊死 C 位，不管你是哪的裁判，这个冠军我们拿定了。局长这次的延续了奥赛时非常出色的皮贴肉感，而且视觉上那种肉往外顶的外抛感，比奥赛还要再好一些。拿出这个状态。他们不能真把冠军给法鲁克吧？这灯光也是把每个人都照得水水。局长的背依旧是全场背外沿和中间最恰到好处的正面腰腹部的视觉也非常让我们的远程在舞台上第一个看看他的，再看看自己的。至于奥赛之后，泰勒建议何局提升自己背部的，在这点上，我觉得也是有些虽然没有像黑人那样，但相较以往，局长的斜方分离度已经好了很多。这就是泰勒想要的争气的选手。恭喜和局限成功拿下2025日本职业赛健体冠军。一起来看一下这场没有那么惊险，但是依然非常精彩的比赛。首先预赛登场，跟着导播的镜头，可以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依然是复刻当年经典的开场画面，轮廓感真的太帅了。然后视线打开，可以看到何局的状态真的是如赛前所说，保持的完全没问题，而且这还是在赛场比赛光线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依然是线条感丝丝分明然。后上台体重的话可能会稍微轻一点，对比前面两场，我的感觉是这场在肉量上比较偏精致，但是这个策略肯定是没问题的。你像在日本比赛的话，如果一旦状态不够干发水，那绝对是压力非常大。然后同台比较的环节也是全程没有任何问题。首轮叫出时，他是全场第一个被叫出的号码牌，而且是中间 C 位，全程没有动过。其他你像法努克、顺等等，都是在一直调换到中间和局旁边去，跟和局对比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场上这4位的话，我觉得具体一点，他们的背部这次都不算差，真正的差别是在正面。和局的这个腰腹体现出来的比例，真的是他们不得不服的程度。站在人群之中一眼突出，起码说在这个赛场上，其他选手里没有一个能在正面真正跟他 PK 一下的，甚至连接近都很困难。而且这还不仅仅是比例上领先，腹部刻度、胸肩一个不差，非常的完善。所以这场在无外界因素干扰的情况下，那冠军就是注定属于和局。所以最后也是恭喜和局在时隔2年后拿回了曾经就该属于他的这场比赛冠军，且同时获得10个比赛积分，占据国内榜首。虽然现在没有美国奥赛直通，但是我相信这对于他来说并不算问题。而他目前下一步要做的大概就是要进入休赛期，好好休整一下了。毕竟也是连续准备差不多有5个月的备赛期，身体呢还是非常疲惫的。期待明年的大赛回归。比完这场，他就要开增肌周期了。等明年大战匹兹堡决赛，体重远没有到上限，已经拿到奥赛第6的成绩。作为健体选手，腰细比例风格、腹肌刻度以及质感真的都很重要。未来随着肉量更大，他的微自感只会更好。恭喜和局长拿下冠军。10月24号日本职业赛，除和局之外，简单聊一下另外几位国内选手，主要是健体的龙荣成、李欣，还有传统健美尹守明与袁国胜4位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首先来说一下健体的龙荣成和李欣，这2人的表现，我觉得真的都是非常惊艳。本场男子健体一共28个人，排名前4的都是奥赛选手。然后李欣非常低调，凭借极好的状态与比例，本场后追，最终排名到第5。龙荣成赏金猎人，这个大家更熟悉，网上有很多人说他平时状态很水，但是人这次绝对是拉满了。赛前打卡赛是所有选手里最猛的一个，然后第一次比职业赛，而且还是在日本，不仅做到了首轮交出，而且维度、状态等等对标旁边职业选手也是丝毫不逊，最终排名第7。预计后面再比职业赛还会大幅提升。然后以上这2位大家关注多都是带着褒义的，而另2位严守明和袁国胜这次则是恰恰相反。2年前的日本职业赛，老严曾在这里打出过最漂亮的一仗，个人职业赛场纪录 TOP 3，但是今天这场完全相反，刷新了历史最低纪录第12。具体的原因我们不清楚，但是单论赛场表现，真的很难让人置信。饱满度与肉量确实是非常大，但是质感与干度却是完全不在线，个人认为这不是他应有的发挥。然后袁国胜呢，是状态不错，还有上肢的维度也不错，但是下肢脱节导致表现不佳。于是预赛的时候叫出顺序很靠后，但是更令观众不可思议的是，他决赛居然当了一回跑男裁判，在场上叫号无人回应，非常尴尬的一种情况。或许如果是真的决赛不想就哪怕去主动跟裁判沟通，我觉得也比这要好一些。然后话题换一下，同样是传统无差冠军肖恩克拉里达就非常值得称赞，1.58米，全场最矮的身高，之前打无差也输过很多次，但是依然坚持状态，质感拉满。
硬生生在这次一众巨兽里面夺走了这个冠军，这种精神，我觉得应该是更加值得敬佩的。